果彼此前功，也会在尝试向公司沟通。从嘉宁的看法，他觉得他有关系啊，但是他还是要讨论出国的问题。从 Andy 的角度，嘉宁很白目，我阿嬷还在办丧事，他还跟我说要钱，你要钱，你赶快去跟你妈讲，这就是两个人的落差。你工作量很大的，究竟谁是谁的工具人？你敢对大家说清楚吗？他们是感情加财务纠纷，但 Andy 不要跟我谈剧本，我只要你的账本。嘉宁虽然我没有账本，但是这都是剧本而起的。你跟他谈感情，他跟你谈钱；你跟他谈钱，他跟你谈感情。我之前账户只是从来没有领到过任何1块钱的频道收益。张嘉宁，你真的把别人都当白痴啊！你 Google AdSense 没有绑个人账户，请问你怎么领钱？这是骗人家没有玩 YouTube 的人随便乱胡乱。频道收益应该要进入个人而非公司，为什么不是我们两个人平分？他如果要切割公司跟他的话，你直接去告群海娱乐，直接去告曾淑慧啊，不是比较快吧 ？Andy 去申请都能查账，你去申请也可以查账，你是25%股东可以这样颠倒讲。我真的没有拿 YouTube 广告收益。Andy 在吃晚饭呢，Andy 公寿很低啊，我就是在养他，但是我不知道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亲爱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嘉玲。在星期一我上传影片后，Andy 马上就拍了另外一支影片反驳，但内容有许多不实或者是隐瞒之处，因此我今天必须要再次站出来说明。直接撕破脸，不实或隐瞒之处代表 Andy 说谎 ，Andy 的不实跟隐瞒再次指控 Andy 是个说谎成性渣男。事件一，有关重量级频道收益及个人商业合作收入，主要的收入主要的只有2个，一个广告收益，还有我们个人的商业合作案收入。而 Andy 现在的诉求是认为他没有拿到该有的金额，这部分是他和公司之间的问题，与我无关。不能说一个重量级到底赚多少钱，而是说一个重量级到底怎么赚钱。这个赚钱跟那个赚钱之间，他做切割处理，方 Andy 拿不到钱，跟我张嘉宁没有关系，是跟群海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有关系。继续把群海娱乐当成一个客体公司的存在，群海娱乐董事长不就你妈吗？那你跟 Andy 不是一人占25%的股份？你在讲什么？他这里第一招叫反打，就说 Andy 你这样说公司那是你跟公司的事，你跟我之间那才是大事。所以绑定他个人的 Google AdSense 账号，不是因为频道是他的，而是因为我之前对于 YouTube 后台系统收益功能完全不了解，所以才会全权信任交给 Andy 处理。从开始到现在，他都要维持一傻白甜人设。Andy 昨天在影片中，他自己承认一段时间曾经将频道收益占为己有，这部分我先前并不知情，他也从来没有告知过我。在这，我要向 Andy 提出质疑。你说有段时间的频道收益进到你个人账户，请问你凭什么这么做？关系上可以去连接 Google AdSense 账号，那你要跟个人账号连接，他不是凭什么这样做？张嘉宁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真的把别人都当白痴啊！你 Google AdSense 没有绑个人账户，请问你怎么领钱？不是凭什么这样做，是 YouTube 要他这样做，这是骗人家没有玩 YouTube 的人随便乱胡乱。如果认为频道收益应该要进到个人而非公司，为什么不是我们两个人平分？这频道明明是我们共同创立，重量级频道，理论上我们两个应该平分这个收益才对。就哪怕没平分，你也该分我钱。但是 Andy 你从头到尾你自己吃自己收，你好贪心啊！如果 Andy 认为他应该分到更多的频道收益，那我支持他透过法律途径处理。他说 Andy 如果想分到更多的收益，应该透过法律途径处理。好，问题来了，你前面指控的是 Andy 把钱都独吞了，因为有一段时间涉及他个人账户嘛，为什么到后面你又不敢讲了？你又说 Andy 想得到更多的钱的话，透过法律途径处理，你又说 Andy 把钱独吞，那既然都独吞，哪有更多钱可以吞呢？无论如何，光是在 YouTube 收益这块，Andy 领取的金额是比我还多的，因为他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将部分的频道收益纳为己有。Andy 侵占了广告收益的部分，根据 Andy 的说法是钱都进了张妈妈、张爸爸的口袋里面去。个人商业合作收入，至于由公司接洽的商业合作案，其实有在关注我们的粉丝们应该都知道，我个人接到的商案数量远比 Andy 高出许多。自从群海公司成立以来，Andy 个人接到的商案数量只有个位数左右，而我个人接到的商案大约只有140个左右。大家如果去看这几年的重量级商业合作案以及个人合作案，就会知道我并没有在说谎。而所有商业合作案的收入进到公司以后，会再由公司统一发放月薪和奖金给我和 Andy。我们两人接到的商案差距悬殊，但领到的钱确实差不多。而我当时就只是每日每夜的工作，想着为两个人为重量级努力。这一次嘉宁呢，完全是有备而来，他先把 YouTube 收益这一块先踢出去。现在所有的乡民跟观众都在干屌说，把钱交出来，你们家好贪，张嘉宁你好贪，我都没赚到钱，所以先把 YouTube 给切开，走的 AdSense 是走到了 Andy 这边，所以他就可以堂皇这主张钱都进 Andy 口袋，但事实上也不是，所以他又不敢讲透，所以他讲一半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至少先做了把战场做出切割的方法。那你们不能再骂我 YouTube 广告收益咯，我真的没有拿 YouTube 广告收益 ，Andy 在吃软饭呢，Andy 贡献很低啊，我都是在养他啊，但是我不计较。群海娱乐2018年成立到2024年分手，总共是6年接了140个商案。你所有这些商案，不管是 IG 的或 YouTube 的，请问是谁负责策划？请问呢是谁负责帮你打造你个人的 IP 形象？请问是谁负责让整个公司 run 起来？这里面谁付出的多？
你跟曲婉娱乐之间的烂事跟我一点都没有关系，所以 Andy 自己账也交代的不明不白。Andy 明明是付出少的人，然后收入更多，但我不计较。第三，我跟 Andy 之间不应该有所谓的财务纠纷，他的财务纠纷应该是跟曲婉娱乐有限公司。我把账本交代完了，什么账本？我没有账本啊，所以我交代完。我同意感情和钱、公司账务是两件事，但钱和账务都不是我的过问或是控制的，这点 Andy 非常的清楚，也在影片中承认，相对同业前 Andy 不要拿钱和账务的争议来模糊自己多次出轨的行为。哎呀，终于啊，图穷匕现，佳宁绝对是要用感情问题来做主打。Andy 在影片中承认出轨，但却用我和其他男性过于亲近来合理化自己出轨的行为。我在此郑重的澄清，我从来没有在与 Andy 交往期间与其他异性有越矩的行为。这段关系中劈腿偷吃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在呼唤女权保护了，他必须要逼 Andy 亲口承认自己出轨 ，Andy 避免使用劈腿、偷吃。Andy 说真的，我也是我们的共同朋友，这位朋友也已经出面澄清他的现象。Andy 明知这一切，却试图用抹黑的手段来模糊焦点，影射是我先出轨，借此合理化他出轨的行为，还造成家庭很困扰，这让我感到十分的震惊与愤怒。就是大家都在呛他，账本交出来，别再讲剧本。Andy 虽然有出轨，但不影响他们之间的胜负，就是在攻击 Andy 的人格不实啦。所产生的无力感。而我虽然那阵子比较常出国，但我出国花的都是自己的钱，我从来没有要求 Andy 出过任何1毛钱。你这稿子要不要顺一下哦？你又说你的5万块支撑不了你出国，你又说请 Andy 去跟公司要钱，你又说花的是你自己的钱，所以到底是公司的钱，还是请 Andy 要的钱，还是你自己的钱？到底是什么？讲清楚嘛！我再说一次，你说你没有钱可以出国，所以要去跟公司要钱，公司是他妈嘛，你要请 Andy 去要钱，那到底是谁的钱？那请问钱到底谁出的 ？Andy 公出对话截图，影射我在他奶奶过世后还立刻向他要钱出国，这点我要郑重澄清。我常常表达关心。Andy 要回你，你奶奶现在还可以吗？打电话给他，11点40，奶奶离开了，保佑保佑保佑！这是上次最劲爆的。我这次如果出国大约会花20到25万元 ，baby 你身上有多少钱？我剩1万多元，怎么剩那么少？缴卡费啊，我还要负担一点丧葬费用。从他们通话的密度这段截图里面来看，确实联络的相当频繁，一整天都在联络，而且每通电话短的2分钟是比较少见，大部分都7分钟、6分钟，还有20分钟、25分钟。而我之所以和他讲钱的事情，并不是要向他借钱，这完全是 Andy 的断章取义。因为当时我和 Andy 领的都是公司的薪水，所以钱常常不够用，我们也会互相讨论彼此财务状况。若彼此钱不够，也会再尝试向公司沟通。这些讨论在我们之间是很平常的事情。当时的情况也是这样，有后续 Andy 没有贴出的对话记录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我们的意思是要向公司要钱，并不是我要请 Andy 自助赞助我出国费用。另外，他贴出的对话记录试图影射我要刷他的卡，问他余额有多少，但实际上我人在国外，打不开啊。我请他帮我看我的信用卡余额还剩多少，完整的对话记录我也都呈现给大家。从佳宁的看法看起来，他是说他觉得他有关系啊，但是他还是要讨论出国的问题。从 Andy 的角度来看，佳宁很白目，我阿嬷还在办丧事，我还要负担丧葬费，你跑来跟我说要钱，你要钱，你赶快去跟你妈讲吧。如果真的要说是谁是公权人，过去你个人商业合作案仅有个位数，而我个人商业合作案约有140个左右。以工作量和合作案来比，究竟谁是谁的公权人？你敢对大家说清楚吗？我明明比较会赚钱，但我没有拿比较多的钱，然后你竟然说我把你当工具人，我那么会赚钱，多拿一点钱正常啊。如果他们当下的心理就是这个状态，但是在2022年的当下，他们之间的关系有这么恶劣吗？那可是事后 Andy 却指责说，佳宁在他阿嬷死的时候还要死命跟他要钱，这就是2个人错落的那个落差了啊。如果我真的是 Andy 口中口口声声只会谈钱的女生，我不可能多年来对重量级的频道收益毫不过分，甚至我怎么可能还在 Andy 需要的时候借他钱，而他至今仍未归还？他们是感情加财务纠纷，但 Andy 的处理方法是把感情跟财务纠纷切开，不要跟我谈剧本，我只要你的账本。佳宁的做法是，虽然我没有账本，但是这都是因为剧本而起的。你跟他谈感情的时候，他跟你谈钱；你跟他谈钱的时候，他跟你谈感情，真的是彻底失了。我知道许多人可能还是选择站在 Andy 那边，他也知道 Andy 现在一面倒，但对于不实指控，我仍有义务要把真相说出口。欢迎 Andy 继续反驳。钱的战场基本上能 argue 的空间其实并不大，但是感情这档事没有法院能判啊，他们没结婚啊，那只能用撕的，就必须要 Andy 继续来配合。明显是 Andy 已经逃离了感情不忠这个战场，意思是你张嘉宁跟 gay 蜜出去，让我想去劈腿嘛？嘉宁处理不了张家拿太多这件事，他就是只好选择切割他妈、切割他爸、切割曲海娱乐，强调自己是也没有拿到钱的受害者形象。重量级 YouTube 频道收益，如果个人账户收款之相关资料，3月底全数交给法院进行查账。基本上那1块的收入是很清白的。YouTube 给你钱，你收到钱，如果你没有超过很大的份额的话，基本上还不用再缴税。Andy 在发起攻击之前呢，很明确的有掌握律师、掌握会计师咨询这一块。张小姐今天回应对比她前天说的漏洞买做，持续浪费社会资源。张小姐在影片中质疑，请您与公司张妈妈提资料至法院我们法庭见。Andy 真的是背后有高人，你指控我的 YouTube 频道收益，我坦荡荡，我不怕你查，因为我已经送查了，而且我有判决书哦。你质疑的我的那些点，主打一个什么？不解释。佳宁继续追杀 Andy 是个渣男 ，Andy 不回应我是渣男这件事，我是不是渣男？不用浪费社会资源。不过你也知道，公众人物嘛，是不是渣男社会就会关注嘛？老实讲
Andy 这高招啊 ！Andy 不愿开剧本，只愿讲账本。Andy 继续只讲账本，他就继续占据优势。老实讲，嘉玲是一个很愚蠢的一个公关处理。他如果一开始就说不忠，而导致没办法信任他，所以钱交不到他手上，这个连结就非常的 strong。但嘉玲选择切割他妈妈，非常北七。我猜啦，他们家的律师比较废。老实讲，如果这几轮攻防下来，看得出来啊 ，Andy 的律师比嘉玲家的律师强多了。张家律师要检讨一下。